为什么说黑洞并不是动物？如果真的进入黑洞，整个过程或许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而这次直达黑洞起点的体验，将是你这辈子最奇特的旅行之一。在接下来的探索中，你将从世界之外，利用各种脑洞大开的物理学概念，直达黑洞核心的起点。希望本次探索黑洞的过程，能带给你一场充满乐趣的心灵旅程。黑洞吞噬一切物质，扭曲时间，连光线都无法逃脱的隐形巨兽。但你知道的，这一切都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故事从你掉入黑洞那一刻才真正开始。当你一头扎进黑洞后，可能会遇到传说中的火墙，瞬间将你焚烧殆尽；也可能闯入过去与未来模糊不清的时间循环，或者探索由全息信息构成的世界，甚至面对那些可能根本不存在的起点。在黑洞内部，空间可能像龙卷风一样旋转，时间或许会倒流，量子混沌的余波如同宇宙的心跳般向外扩散。而关于掉入黑洞的最终命运，科学家们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说你永远到不了中心，有人说你会孕育一个全新的宇宙，还有人说你会看到自己的过去，或者变成一抹信息幽灵，永远留在黑洞表面。这些可不是瞎说，他们都是基于我们最前沿的物理学理论推出来的。一开始，欢迎来到黑洞。你现在看到的是事件世界，连光都逃不掉的地方。很多人把它想象成一道锋利的边缘，但这其实是个误会，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太窄了。事件世界它不是一堵墙，甚至都不是一个固定的边界，这条线不是一直都在那儿，它更像个数学上的幽灵，一个会动的幻影。无论你站在哪看，它可能都不一样。如果你离得远远的看，会发现东西掉向黑洞时，越靠近事件世界速度越慢，这是因为引力太强，把时间都给拉长了。物体的影子被拉伸，颜色变红，然后越来越暗，最后好像在世界边上停住了，永远也过不去。但是如果你是那个掉进去的人，穿过世界的时候，你啥也感觉不到，你会顺顺当当的过去，旅程对你来说还在继续。这个现象就是广义相对论的核心之一，也是黑洞让我们开始怀疑空间、时间，甚至现实本身的地方。所以科学家说，世界是看的人说了算。从远处看，它像路的尽头，可你要是真在里头，它不过是旅程的一部分。这就像我们在地球上看地平线，看着像一条线，可你真开船过去，它老往后退。黑洞的事件世界也差不多，只不过这次是时空本身在变形。事件世界的相对性并非简单的物理现象，其影响深远。霍金辐射理论就指出，黑洞并非只进不出，它会因为量子效应而缓慢蒸发，并可能泄露信息。这就引出了著名的信息悖论：黑洞到底会不会销毁信息？这跟量子物理的规矩可是拧着干的。如果事件世界仅为幻想或形态不稳定，我们对黑洞的认知可能存在根本错误。这种对世界本质的质疑，催生了更激进的理论。例如，火墙理论认为，事件世界并非平滑过渡区，而是一道高能粒子墙，瞬间焚毁掉入物。这相当于牺牲了爱因斯坦的平稳过渡，来保全量子信息的完整性。这是现代物理学中争议激烈且尚无定论的观点。若火墙存在，你掉入黑洞的体验将与传统认知截然不同。黑洞的复杂性不止于此。旋转状态下的黑洞，克尔黑洞使事件世界形态更为扭曲。其外部存在能层，在此区域时空被黑洞旋转拖拽，静止变得不可能。物体必须运动才能保持相对静止，事件世界因此成为质量与角动量间复杂相互作用的一部分。即便如此，世界是清晰界限的观念依然受到挑战。黑洞深处越过事件世界和能层，便是理论上的起点，密度无限物理定律失效之处。事件世界将我们与此隔绝，理解世界是洞悉内部的关键。然而，这种看的人说了算的特性，让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它不是一堵结实的墙，那你真靠近它，想穿过去的时候，又会碰到什么呢？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现代物理学里最有争议的一个概念——火墙悖论。当你朝着黑洞飞去，身后的世界好像被拉长，颜色也变淡了，你越过了事件世界线。然后，按广义相对论的说法，应该啥事没有，没有颠簸，没有闪光，也没有太空传来的声音，只有一片死寂的黑暗。这正是爱因斯坦预言的事件世界不过是空间上的一个幻觉，就像地图上的一条分界线。可是2012年，一些科学家打出了一个重磅炸弹，打破了这种平静。他们说，事件世界可能根本不平滑，它可能是一堵火墙。这就是火墙悖论的核心，三个看似都对的物理原则：广义相对论的平稳过渡，量子力学的信息不丢，量子纠缠的专一性，在黑洞这里居然打起来了。简单来说，如果霍金辐射带走了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又跟黑洞内部以及先前的辐射都有联系，那就违反了量子纠缠的规矩，总得有个地方不对劲。一些科学家就提出，在事件世界这，我们得放弃时空的平滑性。换句话说，世界不是让你平稳掉下去的，而是一堵火墙，谁碰上谁就烧成渣。在这个模型里，你一撞上边缘就全完了，当场气化。这个景象挺吓人的，它跟爱因斯坦的想法对着干，但是呢，它确实保护了量子信息的纯洁性。在火墙模型里，信息没丢，它是以热和辐射的剧烈爆发形式被猛地喷了出来。火墙就像一把宇宙大剪刀，咔嚓一下就把悖论给剪断了，让黑洞的边缘变得异常坚硬。
很多物理学家觉得火墙更像是我们理解还不够的症状，而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这个悖论说明，我们需要一个更牛的新理论，一个能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完美统一起来的理论。也有些人提出了更奇特的想法，比如弦理论里的模糊球理论，说黑洞其实是纠缠的弦组成的毛球，根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事件世界，自然也就没有火墙的问题了。还有1 等于1p2猜想认为，纠缠粒子之间有微型虫洞相连，信息或许能通过这种方式暗度陈仓。目前黑洞的火墙还是现代物理学里吵得最凶的话题之一。它逼着我们想，要是你真掉进黑洞，到底会发生什么？是安安静静的掉进黑暗里，还是在边缘就经历一场又快又猛的死亡？火墙的争论让我们重新打量黑洞的边界，但黑洞的奇特可不止边界。对于转圈圈的黑洞来说，它外面的时空本身就够让人大开眼界的了。比如那个叫能层的地方，想象一场龙卷风，现在想象旋转的不是空气，而是空间本身。这就是旋转黑洞周围的景象，这就形成了能层事件世界外的一个奇特区域。在这里已被观测证实，空间本身被拖拽旋转，任何物体包括光都无法保持静止，必须随之旋转才能维持相对位置。这种效应在黑洞附近远比地球周围剧烈。这个能层像个橄榄球那样是扁球形，因离心力在赤道处突出，理论上可以逃离能层，但这需巨大能量。能层的极端物理条件甚至允许通过彭罗斯过程从黑洞窃取能量。简单说就是你打东西进去，在特定条件下跑出来的部分能量，可能比打进去的还多。活动星系核的强大喷流可能就源于此机制。想象一下，你乘坐飞船进入能层，在快要被吞掉之前，飞船分裂一部分掉入，一部分逃逸。因为时空扭曲，掉进去那部分带的是负能量，结果逃出来那部分能量反而变多了。黑洞转慢了点，你却带着能量红包跑了。更重要的是，能层深刻影响观测时间、光线路径乃至因果关系在此都发生显著扭曲。光线会弯曲盘旋，物体相对于远方观测者可能在时间上倒退，甚至出现果线余音的奇景。黑洞的自旋参数决定了能层的大小和扭曲程度，旋转越快，能层越大，能量越高，扭曲越剧烈，甚至可能与事件世界接触，打开通往极端时空弯曲的通道。可怕的是，你掉入能层时可能毫无察觉，没有剧烈冲击，但你会不可避免地开始旋转。这是能层的铁律，万物皆动。你不仅受引力牵引，更被旋转的时空裹挟，如同陷入漩涡的落叶，身不由己。能层的存在揭示了黑洞外部时空的复杂性，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你真鼓起勇气掉入，等待我们的又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一种更颠覆的想法是，黑洞本身可能是一个里外翻转的结构。要是掉进黑洞不会把你毁了，而是把你从里到外翻个个呢？内外翻转黑洞假说是现代理论物理学里最怪的想法之一。这个观点还没被广泛接受，但它是个正儿八经的思想实验，可能会改变我们对宇宙和我们自己的一切认知。通常的说法是，黑洞的中心是基点，密度无限，物理定律失效之处。但许多科学家质疑无限大，认为这暗示了现有数学的局限，背后有更深层机制，如拓扑反转。这意味着黑洞内部可能像莫比乌斯带或克莱因瓶那样，是个内外不分的奇特空间，能把时空整个翻过来。该假说认为，物质掉入黑洞并非被压缩至一点，而是在经历挤压和转变后，穿过起点并重新膨胀，但进入的是一个几何上与我们宇宙相反的镜像世界。宇宙的底片，其中时空乃至物理规则都可能不同或颠倒。这或许能解释为啥广义相对论在起点那儿卡壳了。如果用更高级的数学工具处理一下基点，方程可能就通了，指向了另一个时空。从这个视角看，我们宇宙的每个黑洞都可能是新宇宙的开端，在其核心孕育新维度，形成黑洞宇宙学的套娃结构。这为宇宙从何而来提供了潜在答案。新宇宙中，起点是时间的起点，我们的世界对应其大爆炸。黑洞内部是压缩并向外膨胀的时空，类似我们宇宙的膨胀，其中位置和某些基本物理过程的方向都可能颠倒。想象你掉入这样的黑洞，穿越世界后，时空感知扭曲，虽感挤压，却未毙命。接近中心时，你翻转了时间轨迹，延续空间方向反转。从你的视角，你仍在坠落，但在新反转宇宙中，你刚诞生，从其起点向外膨胀，成为新宇宙的一部分。这要是真的，那我们的宇宙会不会只是某次黑洞坍缩的内部产物？物理定律是否是更大现实中垂死恒星的小计？检验这些理论极为困难，但数学有时能揭示光所不及之处的奥秘。揭示的或许并非毁灭，而是转变。这种里外翻转的设想，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黑洞内部的认知。但即使我们不接受这么激进的观点，光是从远处观察黑洞，它展现的景象也足以颠覆我们的直觉了。尽管我们都听惯了事件世界、意大利面化和无限引力，但对于在太空中安全距离外观测的人来说，真相要怪得多。简单说，物质似乎在黑洞边缘冻住了，永远也掉不进去。这种奇怪的幻觉是由所谓的引力时间膨胀造成的。引力越强，时间流逝越慢。在黑洞事件世界的起点附近，时间几乎停滞。若你正式掉入，你的信号到达观测者的时间会无限延长。
你的动作、心跳乃至发出的光线都会极度减缓并红移，最终仿佛在世界边缘冻结，永不跨越，持续变暗，直至不可见。但从观测者角度，永不完全消失，其最后的光子仍在漫长旅途。冻结的恒星由此得名。观测者看到的并非黑洞本身，而是掉落物质在起点冻结的幽灵外壳。然而对掉落的你来说，一切如常，你会无感地穿越事件世界，而是继续自由落体向深渊。这种内外观测的巨大差异是相对论的奇特效应，形成了不同世界间的因果隔断。造成冻结的机制也导致了引力红移，从世界附近发出的光子在向外传播时损失能量，使黑洞显得黑暗。尽管如此，掉落物仍可能在世界附近留下微弱的引力全息印记，这对黑洞的形成时刻提出了疑问。从远方看，黑洞的诞生似乎永不完成，这甚至让一些科学家质疑事件世界的真实存在，认为黑洞可能是持续增长的幻想，由此产生了火墙、模糊球等替代模型。但目前观测到的黑洞行为仍与爱因斯坦预测的拥有事件世界的黑洞模型高度吻合。冻结的恒星现象源于引力对时间的极端扭曲，这种时间膨胀效应在黑洞附近被推向了极致，甚至可能达到无限。关于黑洞对时间的压缩，一句话概括就是：对于远方观测者，掉入者的时间会无限减缓，仿佛被冻结在事件世界；而对于掉入者自身，时间流逝如常，但在越过世界后，却可能瞬间目睹宇宙的整个未来。这种无限时间膨胀的概念，不仅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在黑洞内部死亡的含义，更引出了一个奇特的问题：你是否真的能看到宇宙的终结？理论上，若能承受极端环境，这并非不可能。然而，如果黑洞因霍金辐射而蒸发，你可能永远到不了起点。从外部看，你的掉落过程似乎永未完成，这使得黑洞不仅是物理实体，更是通往不可逆转未来的门户，彻底割裂了你的时间感知与外部宇宙。这种对时间的极端操纵，最终把我们引向黑洞最神秘的核心起点。但是起点本身的样子，也并非我们最初想象的那么简单。起点并非一个点，传统上认为起点是一个无限致密的点，但新物理学观点，比如量子引力和弦理论认为，起点可能更像是个扭曲的能量结构，甚至是振动的弦，而不是一个干巴巴的点。例如，圈量子引力认为时空由离散单元构成，在极端引力下可能形成有确定大小的高密度区。弦理论则将基点重塑为模糊球，一团由打结的弦构成的云，承载着黑洞吞噬的所有信息和质量。这为解决信息悖论提供了可能。还有量子反弹模型认为，量子效应能阻止物质完全坍缩，使其反弹进入新时空区域。起点更像通往其他宇宙的门户。关键在于，起点是广义相对论与量子物理学碰撞并失效之处。经典理论在极小尺度普朗克尺度下就不好使了，那是传统物理的边界，也是量子世界的起点。因此，许多宇宙学家视起点为当前知识的极限。若你能目睹黑洞核心景象，未知是压缩辐射的刺眼白光旋转的能量风暴，还是因光线行为异常而一片死寂。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起点是具记忆和结构的动态量子系统，黑洞可能储存了其吞噬的一切骸骨。如果起点并非一个无限致密的点，而是某种更复杂的结构，那么关于它如何存储和处理信息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这自然引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观念：黑洞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全息投影。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堵巨大、没啥特色、黑得像沥青、薄得像纸片的墙跟前，但这堵墙却承载了它后面发生的所有故事。每一个原子，每一颗恒星，每一个掉下去的东西，这就是黑洞全息术的精髓。简单说，他认为三维世界的信息可能都编码在一个二维表面上。这种将起点视为复杂信息载体的观点，有点像二维胶片能产生三维幻象。我们的三维世界或许也只是更高维度边界上信息的投影。面对信息悖论，胡夫特和苏斯金德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黑洞信息并非存储于内部，而是在其表面。这就是全息原理的核心，信息存储于边界，而非体积。对黑洞而言，事件世界变成了记录所有掉入物信息的宇宙账簿。这一思想认为，黑洞的外部可能比内部更复杂。霍金也倾向于信息编码与世界边缘。对全息原理的数学支持，例如通过某些理论工具证明了特定高维引力理论与其低维边界上的量子场论等效。尽管我们的宇宙并非这类理想化的数学空间，但这成功燃起了希望。全息原理或适用于我们的宇宙，至少是黑洞。这意味着我们所见的黑洞若遵循全息原理，其本质可能只是事件世界上的量子信息，其内部甚至可能不存在，仅为二维信息投射出的三维幻象。你掉入黑洞并非掉入深渊，而是与书写在时空边缘的宇宙图书馆合并。黑洞全息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可能成为统一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关键罗塞塔石碑。信息存储于世界表面，意味着惊人的数据密度。简单说，黑洞世界每一小块面积都能存下海量信息，这跟我们平时觉得体积越大存的越多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若全息原理普世，那么我们自身原子、思想、记忆也可能只是遥远时空边界上的投影。这并非否定我们感受的真实性，
而是暗示现实构建于一套超乎想象的规则之上。黑洞曾被视为毁灭者，如今却可能是通往宇宙深层运作机制的钥匙。全息原理暗示了黑洞如果存在内部的话，可能只是外部信息的投影。那么，如果你真的进入这个投影的内部，光线和视觉又会经历怎样匪夷所思的扭曲呢？此刻，你已经无限接近黑洞内部了，而引力透镜效应将是你看到的广义相对论中最美丽的效应之一。它改变了光线走的路，改变了天空的样子，还让我们能瞥见过去。但是，这种效应在黑洞里面会是啥样？当你越过事件世界，逃跑的速度已经比光还快了，光线还能以让你看到身后东西，甚至更糟，看到你自己的方式弯曲吗？在事件世界里面，物理学的玩法就不一样了。时间和空间在这儿换了个位置，原本的空间距离变成了时间流逝，而时间则更像是空间维度。在黑洞里面，光线还是想走尽可能直的路，但在这种奇怪的几何结构里，这些路径会以没法预测的方式弯曲、扭曲和绕圈圈。引力场不光是强，它是吞噬一切的。现在疯狂的部分来了，空间被扭曲的那么厉害，以至于一束光理论上可以在黑洞里面绕好几圈才到你跟前。这就引出了一个吓人又有趣的想法——视觉递归。意思是你可能在你掉进去之后，马上就看到自己身后的景象，甚至看到自己的过去。如果黑洞在转圈，克尔黑洞情况就更复杂了。光子可能会被困在旋转的光球里，一圈又一圈地转，甚至可能出现光线闭合循环，让你看到自己的过去。用这种方式绕圈圈的光线，可能让你在穿过事件世界后，还能看到黑洞外面发生的事情，看到一个扭曲褪色的你离开的世界的景象。再加上光子球层，这个光线可以稳定环绕黑洞的区域。如果存在的话，模型显示被抓住的光线可能会以奇怪的方式打旋，形成好多闪烁的掉进去所有东西的图像。你可能会听到物质掉下去的最后尖叫，看到其他转进起点的东西的幽灵，甚至一遍又一遍地看到自己的胳膊、腿被拉伸成虚无。在黑洞里面，引力透镜效应不光让人糊涂，还让人害怕。你的视野里可能会形成一个闪烁图像的球，这些图像会被相对论性的时间延迟减缓，被弯曲、扭曲，然后像万花筒一样堆在一块儿。那儿不会有黑暗，而是信息爆炸，来自各处的光线，有些是刚来的，有些是几小时前的，在你往时空最扭曲的地方掉的时候，全都撞在一块儿了。在这种情况下，黑洞与其说是个空洞，不如说是一个永恒记忆的透镜。要是你能跑掉，你可能会带着宇宙坠落的最佳视觉记录。视觉上的扭曲和递归固然吓人，但对于掉进去的物质实体，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复杂结构，你的物理命运就更直接、更残酷了。物质被意大利面化，但你的意识会怎样？意大利面化指的是黑洞周围区域，潮汐力把物质拉伸成长长的细线，足以撕裂原子、骨头甚至分子的结构。但是，尽管我们知道物质会怎么样，表面之下却藏着一个更怪的问题：当你掉进去的时候，你的意识会怎么样？在一个小个头或者恒星质量的黑洞旁边，这种潮汐力梯度变得特别强，你的脚会比你的头承受大得多的引力，把你的身体拉成一根原子那么细的线。到某个点，分子键就断了，甚至质子本身都可能保不住。但心灵呢？要是意识产生于大脑，那么当大脑被撕裂的时候，它是不是就简单的被抹掉了？你最后的意识瞬间，是不是跟你神经系统完蛋的瞬间一样？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掉进一个大黑洞的人，在事件世界可能不会感觉到任何剧烈的变化。那样的话，意大利面化可能要到很久以后才会发生，这就给了意识更多的时间来观察下线的过程。那会是什么感觉？想象一下，从你的角度看，时间开始变慢了，黑洞外面的世界好像在飞快地转，但你不是，你被困在慢动作里。你的视野像你的身体一样稀薄，要是你还有任何意识，那就像看着世界加速，而你慢慢地消失在虚无里。然后是最后的拉伸。当意大利面化真正开始的时候，你的感官输入会失控，神经信号失灵，视力变得扭曲，大脑那个神秘的灰色玩意儿可能还完好无损，哪怕只有几毫秒。那几毫秒能包含一生吗？有些理论说，大脑在最后时刻可能会经历信息洪流，跟濒死体验里人生闪回的报告差不多。被困在相对论的茧里，从你的角度看，你最后的时刻可能显得永恒。要是意识不仅仅是肉体的产物，而是与量子态有关呢？那进入黑洞这种极端环境，可能会让大脑最终的量子态与黑洞本身的几何结构发生纠缠。一部分心灵或许会融入黑洞之中，没人知道，这只是个猜测。要是你的心灵信息还刻在世界上，或者扭曲成了霍金辐射，那么你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意识能不能继续存在？或者物质的意大利面化也是体验的意大利面化掉落、拉伸、消失在虚无里的最后破碎印象，在无尽的时间里一遍又一遍的播放，直到意识完全消散。在如此极端的物理条件下，不光物质和意识的命运成了谜，就连物理过程本身的可预测性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就引出了混沌理论在黑洞核心的应用。想象一下，把一根羽毛打进一场风暴，若这场风暴位于黑洞内部，一个时空被剧烈扭曲、挤压、变形的极端环境，那么即使是最微小的初始扰动，也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这就是混沌理论。在黑洞核心时空的极度弯曲，使其效应更为显著。
蝴蝶效应甚至可能触及现实本质。黑洞内部的物理规则可能失效或变得异常，物质掉向起点，无限加速时空路径，测地线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交错回旋，极微小的扰动就能使粒子轨迹发生巨大偏离。旋转的克尔黑洞模型预示存在柯西世界，一旦越过，可预测性彻底崩溃，决定论失效，因果关系不再是铁律。这种不可预测性可能导致空间自我折叠，产生时间循环因果悖论，或催生婴儿宇宙、虫洞等奇异结构。量子物理的随机性与这种时空混沌叠加，使得虚粒子行为更加诡异。这是一种新的混沌弯曲空间混沌。若你掉入此核心，你的体验将极度扭曲，空间感丧失，天空分裂折射光线回环，形成海市蜃楼，时间流逝混乱。即使意识尚存，也可能与线性体验脱节。这种核心混沌对信息保存构成了严峻挑战。若信息在此被混合、放大甚至复制，将与量子力学的信息守恒原则冲突。黑洞的混沌中心是否隐藏着信息悖论的答案，或者这纷纷暴露了我们当前理论的根本缺陷？混沌的核心可能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比如多重世界的存在，这使得黑洞的内部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那就是黑洞内的黑洞，或者说更深层次的边界。穿越旋转黑洞的事件世界后，你可能进入一个连科学家都难以解释的奇特区域。这里可能存在不止一个世界，而是多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内部世界。这并非物质分层，而是时空中物理规则剧烈改变的界限，使得黑洞内部结构复杂，如俄罗斯套娃。这与不旋转不带电的史瓦西黑洞不同，旋转的克尔黑洞或带电的雷斯纳诺斯特朗黑洞，其内部几何预测存在多个世界，包括一个更深的内部世界，或称柯西世界。内部世界的特殊与危险在于其颠覆性。若外部世界标志着光无法逃逸，内部世界则可能意味着因果律本身的崩溃，时空角色互换，以致物理定律失效，预测未来变得不可能。这不仅是数学奇观，内部世界在模型中表现为动态陷阱，能将微小扰动无限放大。你在穿越内部世界时，单个光子都可能变得无限强大，形成质量膨胀起点。更惊人的是，爱因斯坦的理论解甚至暗示，穿过内部世界可能不会撞上起点，反而会通向不同的时空，甚至一个新宇宙。黑洞可能拥有一个通向膨胀新区域的虫洞，该区域的开端类似大爆炸。这意味着黑洞可能是新宇宙的起点。每个黑洞都可能孕育拥有自身物理规则的宇宙，形成分形宇宙学的多元宇宙图景。因此，内部世界可能是连接宇宙的通道，使黑洞从吞噬者变为创造者。然而，这面临巨大风险。内部世界附近的极端条件使微小量子效应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导致连接通道因不稳定而迅速坍塌。尽管如此，旋转黑洞的结构、爱因斯坦方程的奇特数学解以及弦理论的某些模型，都为内部世界及其奇异可能性留下了探索空间。但如果没有事件世界这个外壳的存在，那么内部的讨论就更显得扑朔迷离了。这就引出了裸起点的恐怖可能性。想象一下，起点黑洞可怕的中心没有被事件世界保护，而是对宇宙的其他部分开放。裸起点这个吓人的想法是一个引力失灵，没人能看到物理定律已经崩溃的地方。传统黑洞理论中，起点被事件世界安全隐藏。罗杰·彭罗斯提出的宇宙审查假说就认为大自然会把起点藏起来，不让我们直接看到。然而，这种审查并非绝对，在特定极端条件下，裸起点理论上可能形成。例如，克尔黑洞若自旋过快，事件世界可能消失，使起点暴露。裸起点的存在将是物理学的羞难，模型失效，决定论崩溃，因果关系混乱，甚至可能导致从热力学到时间本身的全盘崩溃。数值模拟和量子引力理论的加入，更是让问题雪上加霜。一些观点认为，量子效应会消除传统起点，但这不排除在原事件世界位置出现某种同样奇异且可见的结构。观测上虽无直接证据，但某些奇异高能天文现象被一些天体物理学家推测为裸起点的潜在迹象。若裸起点被证实存在，将迫使我们重构广义相对论及对时空的理解，可能揭示新物理，但其后果也极为可怕。因此，许多科学家仍倾向于宇宙审查假说。然而，对起点本身以及信息在黑洞中命运的重新思考，也催生了替代传统黑洞图像的理论，比如源于弦理论的模糊球理论。模糊球理论抛弃了中心的点状基点和空洞事件世界的传统图像，认为黑洞本质上是扭曲颤动的弦状能量球。这一观点旨在解决黑洞信息悖论。如果黑洞内部充满携带量子信息的纠缠弦，那么信息便不会丢失，而是构成模糊球本身。简单说，弦理论认为万物由振动的弦构成，黑洞就是这些弦在极端条件下形成的混乱毛线团，信息就藏在这个毛线团里，其表面即为弦状物质。你掉入过程更像是撞击量子混沌，而非平稳穿越。模糊球理论还为霍金辐射携带信息提供了一种潜在机制。尽管模糊球理论甚至于难以实验验证的弦理论，但其数学一致性和对悖论的潜在解决使其备受关注。模糊球理论从弦的层面重新定义了黑洞的构成，而另一种同样具有颠覆性的理论，则从更高维度的视角重新审视黑洞的形成和本质，那就是超球面坍缩模型。
要是黑洞并非我们想象中的深渊呢？要是它们实际上是更高维度空间里的弯曲呢？这就是超球面坍缩模型背后让人震惊的想法。这个理论认为，黑洞并非在我们的宇宙里制造洞的起点，而是在我们甚至看不见的维度里发生坍缩的结果。简单来说，超球面坍缩模型认为，大质量恒星坍缩时，并非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点状起点，而是像一个我们无法直接感知的更高维度折叠，形成一个超球面结构。其三维投影便是我们观测到的黑洞及其事件世界。这种模型不仅可能解决基点和信息悖论问题，还暗示黑洞可能是连接不同维度或宇宙的门户，甚至我们的宇宙本身就源于一次更高维度的超球面坍缩。这自然引出了一个更宏大的设想：黑洞是否不仅仅是宇宙的终点，更是新宇宙的种子？黑洞宇宙学便探讨了这种可能性，认为黑洞内部的极端条件可能类似早期宇宙坍缩，物质或许会反弹，并在新维度或时间方向上开启新的膨胀，形成新宇宙。一些理论甚至认为，这种生育过程可能像达尔文进化一样，筛选出拥有特定物理常数的宇宙。若此为真，信息悖论也迎刃而解，信息并未丢失，而是转移到了子宇宙。然而，无论黑洞是否能孕育新宇宙，它们自身也并非永恒。史蒂芬·霍金预言的霍金辐射指出，由于量子效应，黑洞会极其缓慢地蒸发，最终可能以黑洞焰火的形式消亡。黑洞的量子本质，除了霍金辐射，或许还能通过引力波回响来窥探。LIGO 等探测器捕捉到的黑洞合并引力波，其后续的铃铛振动，如果因为事件世界附近的量子结构而产生反射，就可能形成微弱且延迟的回声信号。这些备受争议的回响一旦被证实，将是新物理在黑洞边缘运作的直接证据。最终，关于黑洞事件世界外面藏着什么，大家的观点大相径庭。有些谜题让物理学的基础好像都摇摇欲坠了。作为观察者，我们通常觉得事件世界是个平滑的过渡。你要是掉进去，并且在引力撕扯下幸存，你会径直穿过，进到黑暗的核心。可是量子物理学不喜欢这个故事，它规定数据必须不丢。所以，关于黑洞里面是什么，冒出来了3种不同的观点：火墙、模糊球和自由落体。每一种都描绘了一幅当你穿过黑洞边缘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的完全不同的图景。黑洞里面是什么感觉？这是他们都想回答的问题。首先，我们看看最危险的选择——火墙。火墙理论说，在事件世界边缘有一堵由高能粒子组成的墙，而不是平滑的过渡。任何掉进去的物体或者人都会被迅速摧毁。这个理论的提出是为了在保持量子信息不丢失的前提下，解决一些棘手的悖论，但代价是牺牲了爱因斯坦的平稳过渡原则。要是存在火墙，你不会光是漂浮过事件世界，你会撞上一个量子死亡陷阱。现在考虑模糊球，一个来自弦理论的概念。根据这个观点，黑洞并非核心有基点的空洞，相反，它们是由纠缠的、振动的弦组成的，完全充满了量子纠缠毛，没有传统的内部，没有起点，也没有我们通常理解的事件世界。你撞上纠缠并且融入它的结构，模糊球保存信息不是通过把它编码在世界上，而是通过从一开始就不允许它掉进去。然后是自由落体，来自广义相对论的经典观点。根据这幅图景，对于掉进去的你来说，事件世界是完全无害的，你毫无察觉地穿过它。从你的角度看，引力增强，时间扭曲，你最终螺旋掉进起点。所有的谜团、火墙、模糊球、信息难题，要么跟你的旅程无关，要么只有从外面看的时候才会出现。我们怎么选正确的观点，这才是真正的战斗，而且还在继续。这些观点都还没通过实验得到证实，但是来自黑洞合并的引力波证据，以及更好的霍金辐射模型，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打破平衡。比如，要是在黑洞合并后发现回声，它们可能是事件世界或者它附近存在量子结构的迹象。量子纠缠的一夫一妻制也是这场争论的关键，不同的理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方案。这场关于黑洞内部的战争，或许暗示我们当前的物理学框架并不完整。一些理论家甚至认为，要真正理解黑洞，我们可能需要跳出我们熟悉的3维空间，考虑额外维度的存在。若空间不止3维，黑洞的行为将彻底改变。弦理论和 M 理论等就设想了被紧致卷曲的额外维度，这可能导致引力泄漏、黑洞形态改变，如黑弦、黑膜、辐射加速，甚至产生全新的拓扑。黑洞探测额外维度，可能通过引力波的细微偏差、黑洞争规则的改变，或者某些高维理论与低维现象的对应关系来实现。无论黑洞存在于多少维度，当我们试图理解这些宇宙中最极端的引力囚笼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叩问现实本身最深层的秘密。它们在剧烈事件中产生的引力波，如同宇宙深处传来的回声或和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聆听方式，去感知那些超越我们日常经验的物理法则。所以你看，黑洞远非一个简单的洞那么简单。如果你坚持看到了这里，恭喜你，理论上你成功穿越了黑洞。但这不是黑洞故事的结局，它们是科学中最重要问题汇集的地方。我们了解的越多，它就变得越奇怪。如果未来出现某些更先进的仪器或完美自洽的理论公式，或许真有可能打开黑洞的内部世界，也说不定。